来来来，嘟嘟又来了。是的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舅舅今天来分享个网络独家食谱——南乳沙葛春卷。它口味有点特别，很好吃，做法又简易，爱吃春卷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。对，这个大家一定要试试。沙葛300克，先切片，再切成丝。这沙葛不建议切得太细，太细的话影响口感，吃起来就不脆了。蒜瓣20克，剁成蒜泥备用。瘦肉300克，切成粗丝。好了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可以开始来调味了。这牌子的南乳2小块，1小匙白糖，1小匙胡椒粉，1小匙生抽，将所有调味料拌匀。接着再将备好的肉丝全部加入，与调味料一起拌匀。这时候可以再加点麻油，增添香气，肉丝也会变得比较软嫩。好了，拌匀后搁置一旁备用。炉开中火，再倒入2大匙食用油。油热后，将备好的蒜末倒入爆香。接着将肉丝也加入一起拌炒。炒至肉丝溢出香气后，预先备好的沙葛也加进来，一起拌炒。沙葛足够新鲜，会排出少量水分，不然您可以加点清水。舅舅这里就加了100毫升。拌一拌，再转小火，盖上锅盖，将沙葛稍微焖软。只需文火焖个1-2分钟即可，沙葛才会保持脆口。为了食材更诱人，这时候可以适量加点甜黑酱油，1点就好。继续拌炒，锅底水分完全收干后，即可离火。这时候内馅已经很香了，您可以趁这时候试味，再随个人口味喜欢自行稍作调整，然后搁置一旁待凉备用。接着来准备一点面糊，1小匙面粉加2小匙清水拌匀。这是冷却后的沙葛内馅。准备1包7寸半边长的春卷皮，整个食谱只需要10张，没关系。剩下的可以冷冻起来，在保鲜期内都可以从冰箱内取出，解冻后再用。在春卷皮正中勺入适量内馅，两侧对折，再卷起。末端抹点面糊后再卷起，一个春卷生坯就完成了。好了，这食谱可完成实践。中火热一锅油，油热后，再将南乳沙葛春卷生坯放入油炸，分次油炸，一次2至3条就好，比较好掌控。间中用双筷子翻拌，就像油炸油条一样。因为内馅本来就已经熟透，
所以只需要油炸个2分钟，春卷表面金黄色后即可离火。再继续油炸至全部完成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啦！是的，真的又香又好吃。南乳是这道料理的灵魂，加上沙葛清甜又爽口，春卷皮油炸后又特别酥脆，也太好吃了，开心，真的很满意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按赞、订阅与分享。订阅了才不会错过舅舅的下一支视频。谢谢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。今天舅舅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吃——炸薄饼。Poppy和嘟嘟最喜欢了。是的，在马来西亚或新加坡一带，都习惯这样称它，即是薄饼的意思，很受欢迎。一般食阁或小贩中心等地方都会有卖薄饼的摊位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制作薄饼少不了沙葛内馅，舅舅今早到菜市场买了一个，特别新鲜。将沙葛去皮、洗净，再切成丝。胡萝卜一个，去皮后爆成丝。热锅内倒入4大匙，约60毫升食用油，加入40克小红葱片，中火爆香。在葱片爆至微黄时，再倒入60克蒜末。当锅内葱蒜末呈金黄色后，倒入备好的胡萝卜丝150克，这胡萝卜丝多或少一点都可以，没有关系。接着将切丝后的沙葛加入，这沙葛切成丝后净重1.1公斤。哇，这量很多哦。是的，舅舅今天做的是4个成年人的量，跟着做的朋友如果觉得量多，可以将食材减半。食材炒匀后，盖上锅盖。中火焖个几分钟，煎中开盖稍作翻拌，避免食材糊底。接着再继续将沙葛焖软。在沙葛焖软后，就可以开始调味了。1小匙盐。1小匙白糖，1小匙胡椒粉，2大匙蚝油，最后是2大匙生抽。接着将所有调味料与沙葛炒匀。今天这沙葛新鲜，含水量高，加入调味料后，沙葛还会排出一些水分，这时候可以将火力调高快炒。炒至沙葛水分略收干，锅底没有太多的水分后，这时候就能将沙葛离火，倒入料理碗中，待凉备用。等待中，先来准备个豆瓣甜酱，搅拌器倒入20克甜豆瓣酱，以及100毫升清水搅打。
搅打后倒入小锅里，中火煮开，再加入20克白砂糖。煮开后转文火，稍作搅拌，避免糊底。加入半小时老抽调色。1小时料酒，绍兴酒或花雕都可以。碗里勺入1小匙玉米粉，与1大匙清水拌匀，倒入甜酱中勾个芡。这做法完成后的甜酱会比较浓稠与顺滑。这豆瓣甜酱是这薄饼的灵魂，不可或缺。完成啦！是的，接下来要做个辣酱。1条红辣椒约25克，吃辣的朋友可以加些指天椒。20克蒜瓣剪碎，方便搅拌。再倒入50毫升室温开水，搅拌后倒入器皿中，加入1大匙白糖、2大匙番茄酱、2大匙白醋。将所有食材拌匀，辣酱也完成了。还好，不难。碗里勺入2大匙面粉，再倒入适量清水拌匀，先拌个面糊备用。取1包限购、边长21.5公分的正方春卷皮，这是舅舅比较熟悉常用的牌子，大家还请自行选择。先拿出1片，其余需用湿巾盖上保湿。少挤适量的沙葛内馅，降温后的内馅还会排出一些水分，少挤时用2勺子稍微挤干即可。再依着视频内做法，将沙葛内馅裹上。在饼皮末端沾上一点面糊，再将薄饼卷起，一个完整的薄饼半成品就完成了。相同的步骤一直重复至完成。依着视频内这内馅的用量，此食谱完成后共得薄饼18件。我们4人刚好可以当一餐。是的。锅里倒入适量的炸油，中火烧至中温。油热后，放入1小片春卷皮，春卷皮立刻起泡，浮上油面，说明油温已够热。对厨房新手来说，舅舅一般会建议先放1至2件，待成品完成后完全满意，再一次大量油炸。这做法虽保守，相对来说成功率更高一些，不至于功亏一篑。对。油炸至金黄色后捞起，在确定没问题后，这次就可以大量油炸了。这做法很保险，这薄饼不油炸行不行？关于薄饼不油炸另一个做法，未来会再另做一支视频。OK， 哇，很脆哦，很想吃了吧？真香呀，有点迫不及待了。淋上少量的辣酱，再一些甜豆瓣酱，
最后再撒上一些花生碎。好了，可以开吃了。来吧，嘟嘟，请张开口。太香太脆了啦，这也太好吃了。辣酱微酸配搭上甜拌酱的特殊香味，加上香香的花生碎，叫人指甲留香。各位阿姨姐姐们，做起来千万别走宝。开吃咯，我们很快再见。再见。